天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琉璃甲，琉璃甲被人偷了！什么？赵伯伯，程岭，你怎么还没睡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我连累你们了？你别担心，知道玉森出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料到了，该来的总会来。赵伯伯，这群贼人害我全家，我们能不能？程岭，这些人狡猾得很，现在赵家庄内侠客云集，他们不会直接露面，只敢做点小偷小摸的事。老刘现在可有什么线索？我们在附近的郊外发现了2具尸体。断剑山庄庄主暮云戈大侠被喜丧鬼孙顶的罗刹掌一掌毙命，还有华山于天杰少侠被吊死鬼薛放的蜘蛛丝给吊死了。吊死鬼薛放。还有一事，那位把张少爷带回来的周旭大侠不久前留了一份书信，自个儿离去了。好巧不巧的，我们的东西也是在那时候不见的，会不会？不会的，周叔是好人。程岭，别激动。老刘，通知山庄所有的侠士，龟谷的恶鬼已经来了。是。程岭，别害怕，待在伯伯身边是最安全的。我已经联系你高崇高伯伯了，这几日我们都在集结武林英豪，准备讨伐恶鬼，张家一个公道。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猫耳 FM 英雄联盟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天涯客》第3集《地穴》。不见了。这里是坟地，那吊死鬼怕不是回家了吧？这是什么声音？见怪了，我分明见他跑到这棵大槐树下，怎么就凭空消失了？不对劲儿。若那逃的人真是青竹岭10大恶鬼之一的吊死鬼，见了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，会这样没命的逃吗？这当然是因为周兄你……树上有猫头鹰，他在笑呢。猫头鹰在笑？我小时候听说过，不怕猫头鹰叫，就怕猫头鹰笑。听说这玩意儿一笑，就有人要死。哎，你怕不怕？有2个人已经死了。我听说有个村子，有一年，一个村民手里端着一碗红色的水，被猫头鹰打翻了。结果，那年一个村子里连死了20个人。这个是真事儿。为什么一个村民手里要端一碗红色的水？槐树下的这块墓碑上面，竟然一个字都没写。文兄，你说这墓碑是做什么用的？哇，这儿居然有个地洞，好黑啊，看起来深不见底的。这是通往阴间的路吧？哎，
听说，沟通阴阳两界的地方，便是人间阴气汇聚的地方。旁边定要有一棵半死老槐，槐树乃至阴之物，是鬼树。你听说过不曾？哦，老槐底下有个无名坟冢，下面便是传说中的黄泉路。每到7月半之夜，便有阴间游魂从这里爬出，还阳一回。黄泉路上极冷，走到尽头便到了鬼门关，过了鬼门关，便不再是活人啦。一路彼岸花，便到奈何桥啊！哎，喂！怎么，温兄也有兴趣来看看黄泉路长什么模样？这样，下回我再给别人讲的时候，也可以郑重其事的添上“是真事儿”3个字了。嘘，你听见了吗？什么声音？水声？难道是黄泉？哎，真是真事儿啊！是从这个洞里传出来的。去看看。这黄泉路也太窄了吧？难不成不是正头，是专门给女人和孩子挖的？总算出来了，周兄，这里是个巨大的地穴，那就是黄泉。哦，是吗？那这黄泉路上怎么会有风？可能是鬼飞来飞去带出的鬼风。这地穴实在太过诡异。我一定是在赵家庄吃得太饱撑着了，才会不假思索地跳下来。这华山掌门的儿子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是脑袋还是兄弟被蜘蛛丝割下来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虽然就剩下2年半的性命，也还是多救死扶伤点好人，抓紧时间积德行善，享受生活比较划算。而且实在没必要跟一个随时抽风的男人往人家坟地里钻。周兄，你要回去？来路被这些高刀封住了，还好周兄你身手好，不然怕是要被捅成筛子。咱们还是往前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另一段出口吧，周兄。文兄，你得罪什么人了？为什么是我得罪了什么人？不是你，难不成是我啊？我一个初入江湖的无名小卒，没偷过谁，没抢过谁，安分守己的游山玩水，什么人能和我过不去？哼，你护送张成岭一路，从那荒庙开始，一共杀过32个人，中间魅音、秦松这样的角色就有4个。屁！满打满算才11个。那天荒庙里的人，大多是死在你那个小美人的手上的。所以肯定是你。我这双手，自离家下江湖那天开始，连一只鸡都没杀过，更别说人了，怎么可能得罪谁？哼！哎，虽然长得不像，但我真是个好人。是，温好人，麻烦你让让，我是杀人魔。你告诉我你那张脸是易容的，我就原谅你。你真是太宽宏大量了。好说好说。你看那里，白骨。
黄泉路上不应该是彼岸花吗？人死圣魂，为什么有骨头？这脑袋碎了，连着下面脊梁骨的地方也断了，像是被斩首。不对，这窗口不平整，还有牙印，难不成是动物咬的？嗷呜一口，咬掉一个人的脑袋？这块腿骨上也有牙印，比脊骨上的稍微小一点，形状好像也不太一样。这个牙印有点眼熟，我看看，这啃得真干净，比我吃鸡腿啃得干净多了。我这辈子再也不吃鸡腿。这是什么东西啃的？难不成有猛兽？哎，听说地府里有巨兽，名为谛听，是个大家伙。你说他爱吃肉吗？文兄100年之后可以下去问。河里面有东西。我听说谛听不住黄泉里，而且没有这么多只。这些是什么东西？长着人的形状，但是身材不对。四肢极长，身材矮小，但有极宽，差不多有正常人的2、3倍。你咬自己做什么？被吓傻了？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小些的牙印是什么？人。哦。列位，仁兄，我2人无意闯入此间，并无冒犯之意，还请。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怎么，文兄，语言不通吗？你不是说这是人吗？是人，但也不完全是人了。你呢，可以不把这东西当人看。你在绕口令吗？这些东西身体结实，极有破坏力，动作极快。我那一掌既没有对它造成什么影响，它到底是什么？好险好险，差点就被偷袭了。周兄，我救你一回啊！你拧断了它的脖子？是啊，这东西全身都很结实，只有脖子看起来挺脆的。多谢。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能发现这些怪物的弱点？哟，这些东西看起来还有点脑子，眼看着打不过就退回去了。这东西的个头，恐怕不能一口咬掉一个人的脑袋吧？这里怕是还有其他怪物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快走。我想到了。想到了什么？真人的皮，用手使劲一掐，肯定会发红，易容的看不出来。哎，你让我掐你一下你的脸，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动过手脚了。我一定是脑子抽筋了，才会正经八百的问你。哼，你不让我掐，肯定是心虚，我就知道你动过手脚了。是不是长得太好，怕被登徒子调戏啊？哎，放心放心，周兄，在下乃是正人君子，不会怎么样的。你就让我看一眼庐山真面目嘛。不过你易容的本事真的是太不错了，我竟想不出如今武林中有谁能做到这般。难不成你是传说中天窗的人？我说中。你听见了吗？咬掉人脑袋的东西。
所以刚刚那些白骨是水里那些家伙的，脖子是被那个像狗又像马的畜生咬断的。那绝对是人的头骨，可是人又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可他吃剩下的骨头上还有别的牙印。你说，水里那些东西是吃了自己的同类吗？那玩意儿是人吧？恕在下孤陋寡闻。你孤陋寡闻？嘿，慢着，美人周兄，怎么啦？我们怎么又回到河边了？这条河是东西向的，我们虽然拐了几个弯，但应该走的是南北向。哎呀，你是说鬼打墙？哎，我还听说过一个事，据说也是真事。有一个人，小孩子，你等，你看着他。啊，我。周兄，恕我直言，这只怪物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驯服的样子。哟，这畜生还挺机灵的。哎，七九三秋丁。这怪兽的鼻子竟是弱点。哎呀，周兄，你每把肩膀也上颜色，跟手脸脖颈差别太大。如今被那怪兽抓得血肉模糊，可算被我看见了。晒的，可不吗？在下还是第一回听说，哪个冰肌如雪的美人晒晒太阳，也能晒出糟糠似的菜色出来。你身上有内伤？大概是晚上没吃饱，手脚发虚。不哭不哭。哎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怎么一个人在这种鬼地方？小女孩？一个小女孩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如问问她是何方妖孽。好端端的，救她做什么？积德行善。怪兽的尸体怎么？这是？好多的桃花。谁？师兄，九霄。师兄，桃花都开满山了，你带我一起浪迹江湖，好不好？浪迹江湖。我就说，一个小女孩怎么会好端端在这里？像狗又像马的怪物用幻术骗得水里的东西上岸，然后再趁机吃了它们。着到的不止我们两人。你还能不能走？我可以背你。抱着也行。只要让我看看你的脸。多谢。不必。走吧。
方才我看见那怪兽的身上长了草，开了花，一堆狗尾巴花，还在那又蹦又跳的唱歌。你又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了一只猫头鹰。我就告诉你，听见猫头鹰笑不是好兆头。果然吧。我还看见一个人手里端着一碗红色的水，然后猫头鹰打翻了。又回到这里了。这地穴之中连着活水，有风，不可能有人下手脚用药。而且据我所知，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这样长时间的产生真假难辨的幻觉。那就是有人用奇门遁甲之术把我们困在这里了。哎，那玩意儿你懂不懂啊？你是说所谓的三奇、八门、六甲？你杂学颇精嘛，还研究过？当然不懂。你说奇门遁甲，我只听说过这3个词而已。让你多管闲事，抱个水鬼当小牛。我知道三奇八门指的是什么，要不要我给你讲解一下？算了，就凭你2000银子就能把自己卖了，你估计也听不懂。别动，我帮你擦一下伤口。你这水是哪来的？河里的活水，干净的。你自己就一副叫花子样，还嫌别的东西脏。得啦，装什么娇弱，老实点。我说老兄，你怎么带着姑娘家用的帕子？莫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这乃是扬州城的花魁素月公子亲手所赠，你不识货，可以少说几句，省得露怯。公子，男花魁，你世外桃源长大的吗？天窗的人难道都是土豹的？还是我猜错了？我几时承认过？你这内伤倒严重的很，眼下却还有这样的身手，天窗不可能会放过你。不过，传说七窍三秋丁是最要命的东西，也不可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我看你能吃能喝能跑能跳，精神的很。虽然人有点傻，可也不是中了那鬼钉子的傻法。难不成是我真的猜错了？可惜，我操你祖宗！我祖宗不知姓甚名谁，早已作古，恐怕不成。你若把易容洗了，让在下一睹真容，若是美人，在下倒可以以身相许。你他娘的，闭嘴吧！哦。好了，天亮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七窍三秋丁总在黎明前品息。看来我们已经被困了一宿了。看来那人多半是故意将你引进来的，存心要将你困死在里面了。将你？分明是你，我是好人。周旭，你怕死不怕？怕。哦，我积德还没积完呢，现在下去，阎王下辈子不定让我投个什么胎。
那你以前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若你本来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会儿才想起积德行善，还管用吗？怎么不管用？你没听说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？你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吃狗肉。如今那人只是把我们困在这地方罢了。把你？那畜生个头不小，也够吃几天了。再不行，还有河里的东西呢，反正饿不死。不管引我们下来的是个什么东西，到时候定然会出来相见。你昨天还嫌河里的水脏，今天就要吃水里的梅壳王八？所以你打算让自己饿死，然后让梅壳王八来啃你？哦，文兄真乃圣人也。你的眼睛真漂亮。果然沉不住气了。你看，文兄，我说是冲你来的吧？惹得人家剑蛙空心思的要干掉你，你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见死不救！苏美人，你就这样积德行善的吗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快死了。啊！你这……温可行。琉璃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周兄，我跟着你走吧。温山人，积德行善的机会到了，在下曹卫宁，多谢二位仗义相助。哎，别看阿旭嘴上不说，心里定是100个乐意的。好惨啊！报官呐！这人间困境几何，得超脱有几个？如敢以生死来舍，孑然是天涯客。谁辞别庙堂最深河，暮的天光上春色。欲作斜云鹤，偏又生纠葛。废墟身偏走黄泉路，看尽英雄沉淀君归我。黑白作风雅气一舞，妙手设局待谁容？六合渺渺，总是无觅处。携酒来，拔剑去，自要归宿。知道人心叵测，甘苦自取自舍。欲知己明眸彻彻，如炬灯过原则。谁以归心事，恨深河，红袍退身谁识得？一眼经万年，情痴终不舍。废墟身偏走黄泉路，看尽英雄沉淀君归我。黑白作风雅气一舞，两手设局待谁容？六合渺渺，总是无觅处。携酒来，拔剑去，自由归宿。天欲晚风雪洗罢手，何心结着温存不孤独。问余生怎舍好眉目，三秋如梦夜远风。六合渺渺，自由自在处。竹林上望尘浮寻光。